你好，我是罗宾，全景律所的律师，黛西我的助理，有些事情我们想找你谈一谈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时间。我知道你做了什么，我们谈谈对你有好处。谈吧。为了确保你我的利益，我们这次谈话需要录音。你也可以录。我那有，随时录。那你一定录了公益之星那天晚上所有发生在这间屋子里的事情吧？我只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。你把那个监控视频复制一份给我们，用不了5分钟。这涉及到个人隐私。你涉嫌诬陷。那你为什么不去告我呢？因为我认识12岁的你，那时候你还不叫这个名字。这些我想你应该都还记得吧？非常公平的讲，冯毅当时已经替你们争取到了最好的和解条件。对，你们当初就是这么说服我妈妈的，所以她签了这个协议，拿了钱。没过多久，大家都知道我们拿了钱，我们再也得不到任何的同情，包括伤害我们的那家人，没有跟我说过一句对不起，也没有过半点的歉意。你们管这个叫最好的和解条件是吗？但这个事情你真的不能怪律师。那怪谁？我们原本是受害者，就因为我们同意和解，我们拿了钱，大家就可以造谣，说我们是故意讹钱。我爸爸当时已经病重了，我妈原本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他，但是后来我爸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他跟我妈大吵一架。他问我妈妈，明明是你的女儿被别人给打了，你这个当妈的为什么会同意人家花钱了事呢？我爸连妻带病，没过多久就去世了。人活一张脸，我爸觉得他没脸可活。你真的不能把这笔账算在律师的头上？为什么不能啊？他们是律师，你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和尊重，你签了字，为什么不能呢？后来我们尽量弥补了。你们的补偿就是建议我换一个名字，建议我们搬家。我们把房子卖了，但我还是被人认出来了。对，你改成了叫黄觉。当时是封印让我陪你妈妈到派出所一起协助的，但后来你去留学，你需要一笔很大的保证金。那是我母亲找人借的。不，是封印让我打给他的。这是汇款凭证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问你母亲。我现在1周去看我妈1次，她已经连我都不认识了。对不起。那我现在想请问，你知道了这一切，你可以还封印的清白吗？
以后见我需要预约。我刚从黄觉那儿回来。当时他的这个案子很轰动啊。这个案子是封印带你做的，你那个时候是他的跟班儿。我想请问你，为什么把封印骗到黄觉家里去？是封印自己要去的，我只是陪他前往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封印，黄觉是谁呢？封印是办他案子的律师，他都没有认出来他是谁，我为什么要知道他是谁呢？对我而言，他只不过是一个热心公益的志愿者而已。然后我们一起去健身，共享一个健身教练。我母亲大部分时间都是糊涂的，但我知道她对当年的和解协议一直耿耿于怀，觉得自己上了一个律师的当。姑姐就跟我说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如果封印能跟我母亲道个歉，也许她就能解开心结，唤醒记忆。所以那天，她就把封印带。我可以理解为，你们收买了那姑娘，或者威胁了她。不可能，我和罗宾老师是一起去的，我们全程都录了音，绝对不存在任何的收买还有威胁。那我也可以解释为，你们在录音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收买和威胁。我们没有，空口无凭。你说没有，我说有。事实上，那天晚上，封印和黄觉到底在那个屋子里发生了什么，我们谁都不知道。好，我们大家来重新投一次票，2个选项。选项 A 就是你们说的这个版本，封印那天在那个姑娘家喝断片了，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睡过去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选项 B， 你们收买了姑娘，按照你们所需要的版本重新编了一个这样的故事，然后栽赃嫁祸给我。如果重新投一次票，你们猜大家会选 A 还是 B？ 我想提醒你，黄觉家的客厅有监控，卧室和洗手间没有，所以你还是无法证明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是你行车记录仪里的储存卡。你和黄觉在车里的所有对话都被记录在里面，包括当时封印昏睡过去之后，黄觉给你打电话，你当时就在车里。你跟黄觉说不用担心，也不用送他去医院，因为封印喝的断片酒是你给他喝的。你还让黄觉好好想一想，到底要让封印付出什么代价，才能告慰他父亲的在天之灵，以及他和他母亲所承受的全部不幸。如果再投一次票，我倒是可以在投票现场播放一下，你觉得大家会相信谁？你真卑鄙，是你换了车。人为了达到正义的目的，尤其是当遭遇的对手比较没底线的时候，不得不做这么1、2件看起来不太高尚的事情。这是你在做实习生的时候我教给你。没错，所以谢谢，我一直铭记在心。现在我也给你2个选项：一，因为你的身体原因回家休息；二，你也可以仍然待在这个律所，但是你的这间办公室要换一下。你还真是睚眦必报。我还没说完，不管哪个选项，你都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，这件事情是你弄错了，没面子。我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比较体面的版本，比如说，你就说你接到了一个匿名的投诉电话，然后你就当真了，可是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愚人节笑话。现在，你应该去封印的办公室，郑重地跟他说一声对不起。